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你们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之前所讲的，哇哦，远程觉醒。我推测这里的远程部队应该是有超过300只了，而且这个是战场前面的部分，你们看后面更多远程，这个是为了要防止敌方他们可能拿下关卡之后冲出来，这些远程就可以射他们。为什么这个地图上有这么多远程呢？难道那些玩家都领悟到了远程的快乐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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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并不是。这个地图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强攻劲弩，因为在这个地图里面的特性就是可以把你原本正常的部队转换成游击部队或者是炮台部队。那其实我在之前已经有做过3个影片说这个地图了，其中一个是介绍这个地图有什么特色，第二个就是测试这个地图的时候，第3就是我说这个地图有什么缺点。甚至就连我现在参与的 KVK 也是在强攻劲弩，但是我的 KVK 没有像他们这个画面上这么夸张，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打关卡的关系，所以可以放这么多的远程。当然如果你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一场 KVK 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好壮观啊，好有趣啊，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远程。甚至这里的远程部队比起我之前所介绍国服的远程大队还有更多部队，毕竟在这个地图上人人都可以转换成远程，甚至就连你们的农场账号也可以转换。但是我今天影片的重点呢，并不是跟大家讲哇有多夸张多厉害啊，你们看那个伤害什么 blah blah blah， 而是告诉你们如果这样子玩的话有什么利与弊。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之前说过的，你们可以发现到当大家都使用远程的时候，战场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就算是真的有变化也是很缓慢的变化。就比方说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这样子，他们只是停留在门口前面打架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野战部队的话，早就已经推过去了。所以第一个缺点，如果你们是以这个方式去进攻的话，你们的进攻速度会比较慢。第二个问题相信大家也不难发现到，就是你不一定是全部用自己账号，也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是用小号的。因为你们可以看蓝色的那一方，他们大多数所携带的部队呢都是炮台部队，其实这些炮台部队你们使用小号就可以使用了。我在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有跟你们讲过，你们所使用的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的技能是由官方系统给你用的，就是说一些小号如果你可能有培养1-2个金色统帅的话，其实也可以拉部队出来使用，甚至你用紫色统帅都可以。而且远程的攻击方式不会像我们正常部队的攻击方式这么麻烦，我们正常还是需要拉自己的部队，但是远程的话你只是需要锁定一个目标，然后按攻击，全部部队都会攻击同一个目标。而且远程部队如果是在狂热状态下，它会自动攻击敌人，只要它检测到，就是说只要你固定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让你的小号去侦查一些玩家保持在狂热状态，它就会自动帮你攻击敌人。这个对于那些人口比较多的王国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从这个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除了那些金色统帅之外，还可以看到有曹操、有孙武、查理马特、萨尔贡、亚历山大、阿尔特米西亚，全部都带出来了，能用什么统帅就用什么统帅，反正都可以转换。但是这里到底有多少农场账号我就不清楚。第3个问题也是我现在在玩着这个剧本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也是有跟官方反馈过的，就是官方没有限制玩家能够携带多少的游击部队跟炮台部队。假设说你的王国是真的很想要推进的话，但是你的队友全部都使用远程的单位，就变成说你的王国是完全没有办法推进的。而且如果你是那种坚持要用野战的玩家来说，是比较辛苦一点，比较困难的。因为像这种远程单位，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冲来前面的单位，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呢，这些远程的单位他们所攻击的目标肯定是前面第一个跳出来的。那我这一次 KVK 遇到的问题就是太多队友他们都使用远程的关系，就变成没有人去帮忙围旗帜，野战的时候没有办法推进，因为太多玩家使用炮台了，然后游击部队又太过分散。因为之前我的阵营是属于劣势方的，我们如果要把敌人给推掉的话，就必须要加紧脚步，快速的把他们的旗帜或者是野战推掉。后来管理层受不了了，他直接放了一个标记说谁在使用远程的话就把谁给踢出去。所以我在之前说要限制每个玩家可以使用的远程数量，这个是有原因的。在之前我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做测试，而且测试的时候我是赢了，都可以发现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何况是那些要输掉的王国。并且我在看他们这一场 KVK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红方那边会比较吃亏，因为红方那边大多数玩家都是使用游击部队，蓝方那边大多数是炮台部队，炮台部队的攻击能力会比起游击部队还要更强，游击部队只是机动性会比较高而已。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红方那边为什么大多数玩家都是用游击部队，毕竟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人数是稍微少一点。
如果红色的部队他们使用的都是炮台部队，蓝色部队冲过来的时候，他们是来不及逃跑的。当然我前面只是说缺点是不可以的，我也是要说优点。优点就是如果你玩这个地图的话，真的会比较悠闲一点尤其是你全部队伍都用炮台部队，你只是需要让他自己去攻击就可以了。而且攻击范围真的很广，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就是前不久我的 KVK 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敌人甚至都可以跑到下面野蛮人的据点那边，放置了几个炮台部队，因为他们攻击的范围比较广，他们在里面又不会被我们攻击到，这个我真的是要气死了，完全不能走下面那一条路。如果他们所使用的部队是普通的远程或者是一些游击部队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攻击到这么远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吧，就是你可以站在更远的距离去攻击敌人。假设我是野蛮人据点里面的那些玩家的话，我应该会玩得很开心，也可以用这个方式体验到远程的快乐，就算你不需要花任何的成本也可以使用到，而且也不需要再冲锋陷阵了，每次冲到最前面那个报告都是最难看的。像现在使用远程的话，我又可以一边远程攻击又可以一边逃跑。再来给你们看那个场景，甚至集结已经打过来了，他们要攻击关卡，你都不需要去攻击集结，你只是需要让他自己死掉就可以了，还有定时的去增援关卡就行了。因为假设对方他们想要推掉旗帜要塞或者是关卡的话，一定要野战配合集结，而且更加困难的就是打关卡，你最多只能3个部队攻击而已，也就等于说本来关卡要拿下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的远程保护这关卡，你们没有办法去增援集结，更加不需要去考虑能不能够拿下关卡的问题。而且就算你们拿下了关卡，可能对方已经布置好一大堆远程在外面了，就像现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其实红队呢他们想要去增援自己的集结，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都已经被蓝色的部队所有的远程同时攻击，把他们给射死了，根本做不到任何的东西。而且这个玩法呢也不是说只有关卡才可以做到，你要守护旗帜要塞都可以的，只要你的人数够多，对方就不敢过来。但你们可以明显看到为什么红队没有办法推得过，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话题，到底这样子的玩法能不能够推过？远程大部队真的那么无懈可击吗？ OK， 那么首先各位先看一下之前我的 KVK 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我们找了一个山坡，这里放下了至少有10多个远程吧，但是有一个玩家他派了几个部队过来攻击我们的远程。这个时候你们要记得，我们的远程部队是比起他这里的野战部队还要更多的，但是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不在狂热状态了，或者是他只是放远程在那边没有攻击到他的野战部队，所以最后这里的远程部队都被他打掉了。这里解释了什么道理呢？我们回去刚刚的 KVK。 OK， 虽然可以看到蓝队他们拥有的炮台部队比较多，远程部队比较多，但是明显可以看到红队他们人数比较少，并且也是在跟对方玩远程攻击。但假设说红方的部队可能跟蓝方的差不多，但是红方部队他们全部都是使用野战部队，其实是可以推掉蓝色的部队的。而且因为蓝色部队他们携带太多炮台部队了，如果要拆掉的话大概需要花10秒的时间，并且大多数的炮台其实在关卡外面，也就是说呢，那些部队其实不影响到前面的野战，只要红队配合的好，大多数玩家都携带普通的野战统帅冲前去，然后蓝队的一些游击部队会退回去关卡外面，在关卡里面剩下的全部都是炮台部队，也就等于是肉。所以一方面其实也是要看这级管理层的领导能力啊，他们会不会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应该要做什么东西，要做什么进攻。当然也不是说这样子就可以拿下关卡，只是蓝色的部队他们就不会待在这个地方一直持续的攻击红色部队而已。还有一点就是全部的远程呢不可能同时间攻击一个目标，除非只有一个部队走出去而已，那肯定大多数的远程都会攻击那个目标，或者是那些玩家使用同步器的话就有可能攻击同一个目标，否则大多数玩家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大的球，野战部队冲前去的话，对方是没有办法推得过你的野战部队的。而且就算真的全部远程都攻击同一个目标也好，你还有很多个队友陪你一起冲，死掉了一个我，还有千万个我，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最重要还是要队友配合啦，不配合的话你们就永远推不过。所以最后总结，其实远程并不是无敌的存在，也是有破解方法的。并且今天我再次提出了这个剧本的优点跟缺点。确实这个剧本可以推广远程，可以让玩家体验到远程的快乐，但是我也会担心会被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劣势方的话，他会觉得说我的队友全部使用远程才害到我们输掉，或者觉得远程太过强大了。
从而抵制远程。而且你们也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到底有多少的游击跟炮台部队了。我当初就是预想到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才跟官方讲要适当性的削弱炮台还有游击部队，不然只是靠人数就可以碾压过去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远程部队还有这个地图的设计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